就从2020年5月份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原因被封控在家，在那个实在无聊的情况下，接触到了抖音直播这一行业。因为不停的那个浏览女主播的情况下，发现一个比较吸引你的，对，心仪的女主播，然后在她身上就开始不停的花钱刷礼物，因为工资也不是特别高，然后那钱怎么来？那正好有人那个联系我去办那个就是银行的那种贷款，然后我就办了一个银行贷款，然后就给他那个刷礼物，前前后后一共刷了差不多10几万到20几万左右，做了榜一大哥了这下。对，那么你得到了什么呢？在他身上？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有点恋爱脑的那种关系。哦，你们已经线下见面了，后来？对，后来线下见面的。见面过多少次呢？大概？基本上平均1周1次。哦，那么持续了多久呢？持续了半年左右，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接触嘛，然后我也对他蛮好。那你是快40岁了，他是几岁？他差不多20几岁。那么就是说，可能讲句不好听的话，他会不会是在骗你的钱呢？这个当时谈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后来在跟他谈的过程中，就开始各种花销，可能有时候需求买衣服、买包，然后买各种奢侈品，然后的话就一直就这么给他那个用。哦，他要求你帮他买的？对，差不多是相当于要求，但就接触了大概4、5个月的时候，他对我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意思说以后你给他买什么东西，然后或者转账，写清楚是自愿赠与。要你写清楚自愿赠与。对，看上去像个老手嘛，这个你的好像这个我也不知道，就不清楚了。这个对，因为可能我们的想法是，可能小姑娘比较有这个保护自己，对吧？对，这个我们也不能去叙述太多，对，是吧？然后后来的话，到了22年的10月份的时候，他想就是趁有空的时候去次长白山或者三亚，然后要求我准备一些经费。那时候我就给他准备了一点嘛，然后后来他突然之间也意思说，暂时先不去了，到后面再去。然后他说这钱呢，先给他去置办一些五金啊，或者置办一些那种就是首饰这种。置办这个是干嘛呢？这好像是要跟你结婚还是什么意思？对，他那时候的意思好像是要跟你结婚的，有这个想法啊。然后后来呢，我也就因为他这么说嘛，我总归肯定是愿意去给他的嘛，就是给他以后。到了过年的时候，他那个回了一次自己老家嘛，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为什么？因为他回到老家以后，我们的联系就变得越来越少，然后可能一天就个5、6条啊、7、8条的短消息，然后我一直在轮回的等他回我的消息，然后呢电话也不会接。后来这事呢就一直持续到过完年以后。我通过他那时候正好他直播朋友在直播，我进去跟他聊了2句，然后他就说了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在过年的时候其实没有就是一直待在家里，他是跟他朋友一起去厦门玩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受到了欺骗因为我觉得你说谈朋友，你说你要出去玩，你说一声我也不会说你什么，对吧？你这么多朋友一起出去玩，那就很合情合理的嘛。然后后来我们就在他回来以后见了一面，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大吵了一架，然后就不欢而散，然后我就跟他提了分手。那么你在这个女的身上总共是花了多少钱呢？70、80万肯定有。到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嘛，也是直播认识的嘛，可能就是上手花了一点嘛，然后就她的需求可能就相当于我觉得可能比前面那个女朋友稍微好一点，就每天就是给她点点外卖这种，然后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3、4万，但问题是见面其实很少，几个月可能见过一次面。然后我觉得这种谈的就多大意思了？对，然后就觉得其实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可能是不想见我或者怎么，我觉得这可能其实他不是真的爱我，只是因为我给他花了钱所以说最后的话我就跟他提了分手嘛。第3个是女主播，因为那时候就在他直播间给他努力刷了一点礼物嘛，然后就接触了一下嘛，然后也就谈了一段时间，总感觉有点不对头，后来也就自己觉得花了太厉害就觉得不行嘛，就后来就分了，总共花掉100多，差不多100多万。100多万。那你这个钱大部分其实还是贷款的。对，
那你后面这个偿还能力怎么样？偿还能力不是特别，就你现在工资每个月1万多的这个能力在还，就是说，对，因为你之前卖房的钱是还前面的窟窿了，等于是对的，你现在这等于是新的窟窿。是的。